好啦，现在 Logan 来介绍一下地下城 Copperpedy 给大家。I'm going to underground. Today I was sleeping right here. 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Logan 的频道。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地下城 Copperpedy。俗语说呢，上山下海、飞天、遁地，各式各样的极限运动跟旅游的景点，在澳洲只要你有钱跟时间，都能做得到。今天要来讲的是 Logan 我遁地的故事。澳洲呢是世界上最多蛋白石的国家。讲蛋白石，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么，直接上图片给大家看，长这样。就是装饰品上的宝石啦。在澳洲南澳的地方，靠近内陆的位置，有个小镇叫 Copperpedy。这里呢是我的好朋友卢卡强烈推荐我去的一个地方。原本 Logan 在环澳的旅途中是没有这一站的，毕竟澳洲这么大。这么多资料，你不可能每一个景点都很清楚，所以朋友多的好处呢，这就是其中之一啦。景点介绍真的是他不讲，我真的不会去这里。去过这里之后，还想再去。好啦，现在 Logan 来介绍一下地下城 Copperpedy 给大家。这里呢盛产澳洲的国石蛋白石，所以呢，为了挖掘蛋白石，而在矿井旁边，他们建了一个小镇，这就是 Copperpedy。但是呢，因为这个位置位在澳洲的内陆沙漠地区，所以呢，夏天很热，冬天很冷，日夜温差又大。但是呢，在这里工作的矿工们，他们发现，在矿井里面常年都保持着19到25度的舒适温度，所以呢，就开始了他们的地底生活。整个小镇呢，总共有2500位居民，其中超过一半都住在地底下。其实你说是地底呢，也不算，比较像是山顶洞人，因为他们不是住在往下挖的，他们是在一些小山丘啊，把它往里面挖，但是也算地底啦。所以呢 ，Copperpedy 这里又被人家称为地下城。在这里，你能体验到什么是住在地下的感觉，感觉很像台湾的土葬。所以 Logan 也在生前先去体验一下土葬的感觉。到了下面之后呢，真的温度差很多，跟地表差超多的，整个就是很凉快。而且你也不用吃风飞沙，沙漠地区一堆沙，风又大。真的是灰头土脸的。好啦，话不多说，现在上影片。I'm going to underground. Today I was sleeping right here. Nice, you see? Outside is pretty hot. Inside, it's nice. A little bit cold, but it's fine. Let's see. Here is my tent. See? Okay, see you guys. 因为 Logan 我呢，在环澳的途中，我已经搭帐篷露营习惯了，所以我也是找比较便宜的
可以让我搭帐篷的地方，毕竟旅费有限嘛，所以我就找了这个露营地。它就是让你租一个位置，这个位置里面你可以搭帐篷睡觉，体验一下这个感觉，比较便宜嘛。而且它还有通气孔，可以让你去看它的星空，往上看就一个很大的孔。多大呢？大概是比我的头再大一点，差不多与肩同宽的一个通气孔。你要钻上去是不可能的，人家要掉下来也不可能，顶多掉一只脚。所以呢，晚上你就会通过这个通气孔看星星。但是 Logan 我在澳洲星星看太多了，整天都是看银河的，感觉没有那么特别，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看星星了。但这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。来到 Kopo Pedi 这里呢，除了你可以体验一下地底住宿以外，更重要的是你可以去寻宝。没有错，就是寻宝。因为这里的人挖矿挖出来，可能有一些废料啊，他们也不会很仔细的去筛它，就把大块的蛋白质拿去加工用了。小块那些废料，他们会堆在城镇固定的地方，那一个地方堆成一座一座的小山丘，超多，让游客可以专门去寻宝。听说有人找到过钻石，赚很大。但是 Logan 我这个人一向是没什么偏财运的，我只找到一些石英啊，我连蛋白石都没看到一颗。但是 Luca 有看到啦，他有找到蛋白石，真的是一言难尽啊！我的运气实在是好，不讲了。在这里寻宝呢，你只能用手去寻宝，你不能用一些挖矿的工具啊、机械啊，因为这个是单纯给游客寻宝玩的。如果你要用工具机械的话，在澳洲是要有执照的，而且在 Kopo Pedi 这里的告示牌也是独一无二的。我在澳洲只看到这么一次，就是长这样。如果你不看路，你就会掉进矿坑里。那矿坑多深呢？每一个矿坑至少都有30公尺的深度。在台湾，你可以换算一下，你就想象成10层楼的高度就好。你从10层楼的高度直接跳楼掉下来，稳死不活啊，大家！所以走路千万要看路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是因为这里的矿坑很多吗？没错，就是很多，因为他们长期挖矿，所以这里有超过150万个废弃的矿坑。如果空拍起来，一定很特别。就像月球表面一样，但是不幸的是 ，Logan 去旅游的时候，空拍机都还没出产。如果你想要在这里空拍的朋友们，你要特别注意，这里的风是很强的，而且夹带沙石。如果没有保险的话，建议还是保一个，不然还是不要在这里飞好了。不然报销的话，不要来找 Logan 赔，我赔不起，太贵了。最后呢，又要讲到 Logan 我的遗憾啊，真的每去一个地方都会有遗憾，真的很想再回去澳洲旅游第2次。Logan 我还有好多事情都没有体验到。至于 Kopo Pedi 的遗憾呢，就是它这里有南澳唯一的一个汽车电影院。没错，就是汽车电影院。你在电影上看到美国5、60年代那种一个超大的萤幕，大家把车开到固定的位置停下来，坐在引擎盖上，靠着挡风玻璃，吃着爆米花，喝着饮料，聊天，然后看电影，就是这种很复古的电影院。这里还有一个，但是呢，因为我去的时间点不对，它不是每天开的哦，所以我就这样错过了。如果大家有想要去 Kopo Pedi 旅游的话，要先看一下它的电影院是什么时候开的。我记得都是礼拜6啦。我会把汽车电影院的连结放在说明栏里面给大家看，要记得要看哦，不要像 Logan 我一样总是错过一些非常精彩的体验，真的是很后悔，你知道吗？想到就是痛。不要忘记要录影给 Logan 看一下，当然不是叫你录电影啊，那是违法的盗版，不行。你录那个场景给我就好了。Logan 我想要看的是那个场景，那个感觉有没有？好啦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地下城 Kopo Pedi， 不要忘记帮 Logan 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下次见啦，ciao。